无声的棋局一，捧杀的艺术。周五傍晚6点47分，林威盯着荧幕上那封邮件，手指悬在滑鼠上方，迟迟没有点下回复键。寄件人是陈凯，公司业务2部的总监，比他高3阶，却比他多12年的业界资历。邮件里附带了一份供应链名单，3家潜在供应商的详细比价、产能报告，甚至连对方的仓库管理系统截图都有，数据之详尽，简直像一份准备送交董事会的中版提案。最关键的是，邮件抄送了张总，青云专案的总负责人，也是决定林威能否在这次专案后更进一步的关键人物。林威把邮件从头到尾读了3遍，第1遍他以为陈凯终于认清现实，愿意配合；第2遍他开始觉得不对劲；第3遍他的背脊泛起一阵寒意。这不是配合，这是捧杀。陈凯给出的数据太漂亮了，3家供应商的报价都比公司现有合作方低 12% 到 15%， 交期缩短整整1周，甚至连对方的财务报表都附上了，显示这些公司营运稳健，信用良好。如果林威直接用这份报告写入合约，他会成为公司内部被赞扬的对象，短期内。但林威在上一份工作待过制造业，他知道这种太完美的数据背后藏着什么。他把那3家公司的名字逐一输入搜寻引擎，花了整个周末交叉比对，终于在一份地方政府的环保稽查公告里找到了关键。其中2家公司正在被调查，产能可能在下个季度腰斩。第3家更棘手，它的低价来自于使用了一种尚未取得专利授权的原料，随时可能被原厂控告。如果林威当场采用了陈凯的数据，等到合约执行阶段出问题，陈凯可以双手一摊。我提供的数据都是真实的，是林威拍板决定的。那时候，这份陈凯极力配合的报告就会变成林威专业误判的呈堂证供。周一晨会，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张总坐在主位，手里转着钢笔，陈凯坐在林威对面，西装笔挺，嘴角挂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凯哥提供的供应商数据非常前瞻。林威翻开投影简报，笑得温婉从容。我这边请财务部的老刘帮忙做了一次压力测试，结果显示，如果按凯哥的方案执行，我们的毛利会被压缩到 5% 以下。他切到下一张投影片，上面是老刘亲笔签名的风险评估报告。这位财务部出了名的铁公鸡向来以保守著称，谁都不敢质疑他的计算。凯哥，您看是不是要把这份风险评估也并入您的报告里？林威侧头看向陈凯，语气诚恳的像是真的在征求意见。陈凯的笑容僵了一瞬，他看了一眼张总，后者的眉头已经微微皱起。在座的人都知道，张总最讨厌的2件事，一是数据造假，2是影响公司毛利。我当时没考虑到产能波动的问题。陈凯清了清喉咙，还是林组长想得周到。林威微笑不语，他没有说的是，老刘之所以愿意帮他做这份测试，是因为他上周刚好帮老刘解决了一个困扰他3个月的预算分配问题。职场里的人情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2. 消失的关键人。青云专案进入第4季度，签约在即，客户方的对接人却突然换了。原本合作顺畅的王经理被调去闲职，取而代之的是一位被内部称为影子的男人。他姓沈，是副总的特助，没人知道他实际的权力边界在哪，只知道所有重要决策都要经过他，而他几乎从不主动联络任何人。陈凯率先动了起来。林威从业务部的茶水间闲聊中得知，陈凯透过一个多年的老客户，辗转拿到了沈特助的私人行程。那天下午，陈凯在群组发了一条讯息，沈特助这2天在南部视察，暂时不对接业务。林威，我们可以先处理内部流程，等他回来再说。讯息看起来很正常，甚至有点过于配合了。但林威注意到一件事，陈凯那天中午离开公司时，穿的是他衣柜里那套只有在见大客户时才会穿的深蓝色定制西装。他顺路经过他的座位，
瞥见他的荧幕角落挂着行事历视窗，下午3点到5点写着一个含糊的外出。他打了通电话给物业公司的熟人，那是他之前在另一个专案里帮过忙的前台主管。林子，你说公司对面那间私人会所，今天下午3点，有人预定了最里面的包厢，留的名字是陈先生。陈凯根本没去南部，他想绕过林威，直接与沈特助私下见面，把林威3个月来建构的动态定价模型微调回他最初那个高毛利但风险极高的版本。只要沈特助点头，林威的模型就会被推翻，而陈凯会成为那个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的英雄。林威放下电话，在座位上坐了1分钟，他没有冲去会所拆穿他，那样只会显得他情绪化，不够沉稳。他站起身，走向张总的办公室，敲了2下门。张总，有件事想跟您请教。他走进去，语气里带住恰到好处的焦虑。王经理那边突然换成沈特助，我担心对接出现断层。听说陈凯对沈特助比较熟悉，能不能请您出面，让陈凯带我一起去拜访？我怕我一个人资历不够，坏了公司的青云专案。张总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欣赏林威的谨慎，但也听出了他话里的弦外之音。陈凯在单独行动，他当即拨通陈凯的电话，开了扩音。阿凯，听说沈特助在南部。张总的声音很平静，我刚好也在南部出差，你在哪家饭店？我带林威过去会合。电话那头是一片死寂，然后是车门关上的声音，再然后是陈凯略显慌乱的呼吸声。张总，我还没确定他的具体位置，我先确认一下再跟您回报。张总挂断电话，脸色沉了下来，他没说话，只是对林威摆了摆手，你先回去，这件事我来处理。林威走出办公室时，心跳平稳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他知道，从这一刻起，陈凯在张总心中的诚信账户正式宣告破产。连环套与弃子，最后一场供应商大会是青云专案的决赛圈。会议室里坐满了2排人，采购部、法务部、财务部、业务部。张总坐在正中间，面前摊住3家候选供应商的最终报价。陈凯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他站起身，从公事包里抽出一份崭新的文件，推到会议桌中央。各位，经过深入调查，我找到了一家更具竞争力的供应商——瑞星科技。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志在必得的自信。他们的报价比现有方案再低 18%， 而且产能是现有供应商的2倍。林组长的动态模型很好，但如果没有这家瑞星科技的成本支持，那个模型只是空中楼阁。会议室里响起低低的惊呼声，18%，这个数字足以让任何决策者心动。林威看住那份文件，看住瑞星科技4个字，嘴角微微上扬，那是他3周前故意喂给陈凯的线索。他透过一个转了3手的海外关系，朋友的同学的供应商，放出了一条消息，有一家叫做瑞星科技的公司在寻找新的客户，报价极低，低到不合常理。他知道陈凯一定会透过他的人脉网抓到这条线，因为陈凯的本能就是比林威更便宜、更快、更好。但瑞星科技的报价为什么这么低？因为他的核心专利正陷入一场未公开的诉讼，这是林威花了一整个周末，在一份国外专利资料库的角落里挖出来的。诉讼还没判决，所以公开资讯上看不到，但只要判决下来，瑞星科技就会被法院下达禁止令，禁止生产所有侵权产品。到时候，青云专案会因为供应链断裂，面临合约金额 30% 的赔偿金，而那个把瑞星科技带进会议室的人将会被追究全部责任。凯哥推荐的这家公司确实很有竞争力。林威翻开自己面前的文件，轻轻推到张总面前。不过，我这边刚好收到法务部的一份风险提示。他顿了顿，让那句话在空气中停留了2秒。瑞星科技因为专利侵权，下周可能会被法院下达禁制令。如果我们现在签约，青云专案会因为供应链断裂
面临翻倍的赔偿金。他把文件翻到最后一页，上面是法务部主管的签名和日期，全场噤声。张总拿起那份文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的脸色从白转红，再从红转青，最后他把文件狠狠摔在桌上。谁把瑞星科技带进来的？陈凯的脸色惨白，他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却发现没有任何话可以说。他看住林薇，眼神里第一次露出了真正的恐惧，不是对失败的恐惧，而是对从头到尾都在对方的算计之中的恐惧。他以为自己在抓林薇的漏洞，他没发现那是林薇亲手为他编织的绞刑架。4. 终局，没有赢家的战场。会议结束时，夕阳正从落地窗斜射进来，把会议室里每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陈凯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靠在走廊的墙边，从西装口袋里摸出一根烟。公司大楼里禁止抽烟，但他已经顾不上了。林薇从会议室走出来，手里抱着文件，他看见他，脚步顿了一下，然后走了过去。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布局的？陈凯的声音嘶哑，像是一口气说了太多话，又像是一口气吞下了太多不甘。林薇停下脚步，侧过头看他，他伸手整理了一下丝毫未乱的套装领口，动作从容的像在照镜子。从那次 Q3 竞争对手定价策略的档案从我电脑里消失的那一秒开始，他说，声音不大，但走廊的回音让每一个字都格外清晰。凯哥，这不是你教我的吗？这个地方不奖励努力，只奖励懂规则的人。陈凯冷笑了一声，吐出一口白烟。你变了，我记得你刚进公司的时候，连报告被别人改了都不敢吭声。是你老了。林薇说这3个字的时候，语气很平静，没有一丝挑衅的意味，反而像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老了的意思不是年纪大，是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会变。他走进电梯，按下关门键，电梯门合上前的最后一秒，他看见陈凯掐灭了烟，低着头，肩膀微微塌了下去。第2天，公司内部公告出来，陈凯被调往海外分公司，头衔从业务总监变成区域资深顾问，职位明升暗降，所有人都看得出来。林薇正式接管了整个青云部门，他的办公桌换到了靠窗的位置，桌上多了一盆新人送的乔迁礼物，一株含羞草，只要轻轻一碰，叶片就会紧紧闭合，像是某种无声的提醒。他打开笔电，收件匣里躺住一封新邮件，寄件人是市场部的一个新人，叫方雅，今年刚从研究所毕业，长相甜美，讲话声音很轻。邮件标题是关于青云专案 Q4 执行优化的几点建议，恳请薇姐指导。林薇点开邮件，快速扫了一遍，内容写得不错，逻辑清楚，数据扎实，但他注意到一件事，这封邮件的抄送栏里漏掉了一个关键人物，副总。不是忘了抄送，是不小心漏掉的。在职场里，越级汇报和刻意漏掉关键决策者都是信号。方雅想透过这封邮件试探林薇，如果林薇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却没有要求更正，那就意味着林薇对这方面的细节不够敏感，下次方雅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漏掉更多人。林薇盯着荧幕看了几秒，然后按下回复键。他在邮件正文里只打了一行字，感谢建议，分析得很到位，请同步抄送副总及法务部，确保流程合规。然后他点击传送，不到30秒，方雅的回复就来了，好的薇姐，马上补上，谢谢薇姐提醒。林薇关掉邮件视窗，往后靠在椅背上，他转头看向窗外，城市的天际线在午后的阳光下闪住冷冽的光，含羞草的叶片在空调的微风中轻轻颤动。棋盘重新摆好了，棋子各就各位。林薇知道，这场无声的战争永远没有最终版，因为在这个游戏里，每一个最终版都只是下一轮对弈的开局。他端起桌上已经凉掉的咖啡，喝了一口，然后开始写下一份报告。走廊上传来脚步声，有人在敲门。请进。门推开，是方雅，
他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杯热咖啡，笑得乖巧又无害。薇姐，这是给您的，我刚好去楼下买咖啡，顺便。林薇接过咖啡，微笑着道谢。他看住方雅离开的背影，目光落在他走路时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响的脚步上，走得太安静了，安静的像一个正在学习如何隐藏自己行踪的棋手。林薇低下头，继续打字，键盘敲击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像是一场无声棋局里的烙子声，啪嗒啪嗒啪嗒。